欢迎来到 Twilight Say 为民说，这是个学习的频道，我将分享我所学习的觉得有用的东西给大家，希望可以带给大家的生活更加多彩多姿。身处在信息资讯爆炸时代的我们，一天从打开眼睛到闭上眼睛，有意无意间我们主动被动的吸收许多的资讯，不知道大家是否会对这样的环境感到困扰，甚至感到烦躁。我自己本身是会很受不了这样的状况，资讯若是对我有用，我还能忍受，但若是一堆垃圾资讯，我会很受不了，甚至就是一键设定已读或删除，这样的爆炸性资讯实在让我感到不胜其扰。特别是我在查找一些资料，若是标题写的是某某5步骤、9步骤之类的，我马上就失去阅读的兴趣了。只要步骤超过3以上，我就失去耐性看不下去了，因为看完后我也记不住。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我们要如何整理资讯，或甚至在平常我们的生活中要提供给别人资讯时，我们要如何让人一目了然，甚至有兴趣愿意多加了解你的内容呢？今天我们来谈一谈一个神奇的数字3。关于3，有许多地方都有谈到，像是道德经里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里面的3指的是多数，透过这多数生出宇宙万物。左传也有提到3，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指的是作战时第一声鼓是最有提振士气的效用，第二声开始降低效果，第三声就几近无效了。而现代也有一位名人是3的爱用者，相信提到他大家都不陌生，就是史蒂夫·贾伯斯 Steve Jobs。 若是听过他的产品发布会，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发布会上特别爱用3，无论是3种产品、3种规格或是3种特性，贾伯斯特别爱用3来呈现他的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他深知3的奇妙之处。数字3神奇在哪呢？这跟我们的大脑结构有关。有研究指出，我们大脑的短期记忆无法一次容纳7个以上的资讯，而3是最容易接受及记住的资讯量，除了1个以外。在了解了3这个神奇的数字对我们的影响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该如何运用它。试想一下，假设有一天我们要出门去采买，这时候要你不做笔记的情况下，用口头交代你一份清单，而清单上列了9个要买的物品：牛奶、苹果、酱油、面包、花生酱、泡面、青江菜、胡萝卜、巨峰葡萄。除非你有练过特殊的记忆法，例如思维宫殿记忆法，不然我相信当你出门不到5分钟，就可能需要打电话再确认下你的购物清单了。这时候你会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进行分类。这里我们建议采用归纳推理来进行分类。归纳推理就是找出这些东西的共性，将其提炼出来，形成一个代表这群东西的上一级类别。例如生鲜，就是我整理出来苹果、青江菜、胡萝卜、巨峰葡萄这4样东西的代表类别。这个方法是由下往上提炼，越往上类别数就越少。我简单分类下，我分类的结果不是唯一解，仅供参考。生鲜、苹果、青江菜、胡萝卜、巨峰葡萄；主食、牛奶、面包、泡面、调料、酱油、花生酱。我用归纳推理把这9项物品浓缩成3大类：生鲜、主食、调料，而各大类底下再对应相关的物品。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分类的清单，觉得如何？是否清晰多了？我的大脑不用一口气记住9个东西，而是先记住3个分类，再去联想3个分类下的各物品，这样归类后我们就更容易记忆，也会印象更深刻。而先前有提到3这个数字是最容易记忆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要试着尽可能将类别浓缩到3个。若是第一次分类完还超过3个，可以试着再进行第二次分类，将第一次分类后的类别再进行归纳推理，看能否将类别再浓缩到3个。透过这样的方式浓缩后，你的类别就不止1层，可能有2层或以上。这样的分类可以有效地帮助你整理或记忆。相信看到这里，我想大家或许也反应过来，其实我们在呈现给别人的资讯里，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整理，让我们提供的资讯能浓缩成3个，使看我们的资讯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地掌握你想告诉他的信息，并且有兴趣看下去。透过神奇数字3整理后的资讯，会带给使用者，也就是接收你资讯的人，有更好的吸收及理解，也让他们可以更容易看得懂你提供的资讯。更重要的是，能将资讯整理成3个要点的人，其实背后也代表作者的用心，因为这个过程需要花时间及心力，透过逻辑推理去整理出来。
越复杂的资讯，整理所需要的时间、心力会更长、更多。因此，我们看到能将资讯整理成3点的人，我们都应该心存感激的去阅读他的创作。希望这个分享可以帮助大家更有效的整理资讯及更清晰的呈现你的信息，无论在工作上、学习上，都能带给别人不一样的清新感受。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及打开小铃铛。